大家好，我是小酱汁。正文开始前，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我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断掌人的命运如何，不论男女，断掌有此特征，做事有魄力，易成功。手相是分很多种的，有的人是川字掌，有的人是断掌，不管是哪一种手相，都有着一定的含义，而且对自身的命运也会产生影响。就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断掌纹的人，他们到底有怎样的命运呢？这种手相的人性格又是如何呢？想必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那今天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双手断掌的男人性格。这种手相的男人有着耿直的性格，他们工作能力强，而且非常有责任心，只要答应做到的事情，就算再难也会坚持下去。双手断掌的男人做事情都很有主见，喜欢实际操作，而不会只局限于嘴上功夫。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解决掉，绝不会让困难困住自己前进的步伐。双手断掌的男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生活中什么该留，什么该去，绝不会有半点犹豫，因此做事很有效率。尤其是男人，一生的事业运都是很不错的。在感情方面，他们特别重情，特别是与异性之间的感情，只要爱上一个人，就绝不会轻易放弃，时刻都做好相守一生的准备。因此在感情方面从来都不需要发愁，但是在健康方面，这种手相的人最容易得肠胃病，所以在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身体，定期做下检查才是。二、双手断掌的男人命运如何？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都比较大男子主义，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但是有很强的领导能力，有些事情只要交给他们做，他们就会保持恒心，判断力也很强，对一切事物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此外，双断掌的男人做事情还比较有耐心、决心，因此一生的事业不会太差，要比别人容易成功。只要是他们认定的事情，就会冲破重重艰难，绝不会轻易放弃，因此在事业方面取得成就极大。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人遇到一些明知是错的事情，却会一直错到底，性格特别固执，干什么事情都喜欢一意孤行，不听取别人的建议。双断掌的男人喜欢感情用事，在一些决定上太过依靠心情变化，他们充满自信，但是为人处事方面常有不理智的举动，常常被情绪左右。单单从性格上分析就能知道，双断掌的男人从来都不会轻易妥协一件事情。双手断掌的男人运势比较强，他们头脑聪明，做事情有独特眼光，才华出众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，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。若事业线与太阳线相连接的话，那么这种男人会在事业上取得极大的成就，而且还能拥有财富，一生财运都处于上升趋势。他们重情重义，尤其是在爱情方面，只要遇到了让自己倾心的人，就会全身心投入，时刻关注对方的一切，了解对方的一切。只要对方需要自己，他们就会放下一切，来到对方身边陪伴。三、女人断掌。拥有断掌手纹的女性比较强势，因此婚姻容易出现问题。左手断掌的女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比较自负，总是自以为是，认为自己是最好的。在制定目标时，一般会将人生目标定得高远。他们在工作中不愿意接受他人建议，也不会考虑他人意见，总是我行我素，想当然，因此工作时容易出现失误。在感情方面，这些人的占有欲太强，对爱情过于理想化，总是沉迷于过去的感情，难以走出来。
所以很难开始新的感情。并且这种手相的女性一般疑心病较重，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，总是处处提防他人，活得比较辛苦。右手断掌的女人性格过于固执，很多事情只要她们决定了，就绝不会更改，即使明知道是错的，也不会承认，更不会轻易放弃，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。不过有这种手相的女性一般工作能力和执行力比较强，在工作方面容易获得成功，而右手断掌的女性婚姻很难幸福。由于她们做事过于执着和坚定，所以经常会和丈夫发生争吵，夫妻不和，感情不佳。好在她们虽然婚姻不幸福，但是事业运势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容易得到领导重用，事业一成功，容易成为女强人。双手断掌的女人性格比较刚强，感情和事业难以周全，如果用心经营家庭，一般能够家庭和睦，与丈夫之间的感情也会比较好。但是如果将精力主要放在事业上，那么感情就难以顺遂，不过事业却能够获得成功。俗话说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想要家庭事业兼顾，基本上难以做到。想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就无法照顾到家人的感受，如果照顾家人感受，则无法在事业上取得好成绩。从你拿筷子的姿势就能测出你有没有发财命，看一看你吃饭的时候喜欢如何拿筷子，就能测出你今生的命运是什么。先回想一下你是怎样拿筷子的呢？然后随小编一起往下看，多号入座，看看你是什么命。第一，背夹式，即五指并拢，夹菜时手背向上，着力点在中指上。你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你出生就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，你一出生就决定了你的起点比别人高，同时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，你尽量的将自己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完美。虽然你已经有了很富裕的家境，即使你不努力也可以过富贵的一生，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将自己全面发展。你没有像那些富二代的架子，因此愿意与你相处的人有很多，即使脱离了家庭的光环，你也能过得非常好。第二种，兰花指式，即小拇指翘起，用大拇指托住筷子，食指和无名指置于筷子上方。你有大富大贵的命运，不过你并不是天生拥有的，而是后天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拼来的。你非常有野心，你最开始奋斗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失败，但是由于你的野心，你一直的坚持，经过很多挫折，最终才得到这来之不易的成功。不过坎坷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的路会一帆风顺。不过由于你太在乎事业上的拼搏，因此你会疏忽你的家庭。如果你可以稍微估计一下你的家庭，那么你就会爱情事业双丰收了。第三种，翘拇指，即食指翘起，筷子放置大拇指与食指中间。你是有福气的命运，你天生长相甜美，从小就有很多追求者。你对于爱情和工作没有什么规划，一直都是属于顺其自然的状态。你都是努力的把自己做到最好，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。这样的你会吸引很多人，而且既优秀又努力的你也会得到老天的眷顾，你一生都很顺利，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和坎坷，有美满的家庭，也有称心的工作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，但一辈子都很美满。第四种，五指凌乱式，即五指零散分开，将筷子放在无名指中央，着力点放在筷子交叉处。你是一个苦命的人，你没有非常美丽的外表，也没有天生富贵的命运，所以你一生都是要靠自己去拼搏的。你想要出人头地，就只能靠你自己去努力打拼，因为你不像富二代一样赢在了起跑线上，而且即使你付出了120%的努力，可能你得到的结果也与你想象的不一样，你会非常失落，因为你拼尽了全力，还是没有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你想摆脱这样平淡的生活，奈何造化弄人，你这一生都在这样苦苦的想摆脱厄运，但是厄运总是围绕着你，
苦苦挣扎一生。同时，用筷子也有一些禁忌需要了解。在古时候，筷子又被称为夹，也有纣为相助之说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筷子，承载了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，又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。尤其农村，老一辈农民对筷子的运用更加的讲究，而且经过长时间的农民文化沉淀，在农村还留下了9种筷子的禁忌用法。1. 击盏敲鼓。这种行为被看作乞丐要饭，其做法是在用餐时拿筷子敲打盘碗，因为过去只有要饭的才用筷子击打要饭盆，用发出的声响配上嘴里的哀告，引起行人的注意并给予施舍，寓意穷困潦倒，最好避免。2. 迷住刨坟，就是指手里拿着筷子在餐碗里不住的扒拉，以寻求猎物，就像盗墓刨坟一般。这种做法有失礼仪，会令人生厌，寓意不吉利。3. 三长两短，指在用餐前或用餐过程中，将筷子长短不齐地放在桌上。过去中国人死后装进棺材还没有盖上棺材盖的时候，5块木板合在一起做成的棺材正好是三长两短，所以寓意不吉利，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。4. 仙人指路，这种拿筷子的方法是用大拇指和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捏住筷子，用食指伸出，这在北京人眼里叫做骂大街。因为吃饭时食指若伸出，就会总在不停地指着别人，这样可能会对人际关系造成损害。5. 当众上香，是出于好心帮别人盛饭时，为了方便省事，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递给对方，这会被人视为大不敬。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，为死人上香时才这样做，所以如果把筷子插在饭中，那无疑是把对方视同为死人，可能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局面。6. 落地精神，所谓落地精神的意思是指失手将筷子掉落在地上，这是严重失礼的表现。因为中国人认为祖先们全都长眠在地下，不应当受到打搅，筷子落地就等于惊动了地下的祖先，这是大不孝，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种行为。7. 交叉十字，这一点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，在用餐时将筷子随便交叉放在桌上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中国人认为在饭桌上打叉子是对同桌其他人全部否定，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，因为在过去吃官司画供时才打叉子的，是一种不吉利的做法。8. 颠倒乾坤，就是用餐时将筷子颠倒使用，这种做法是会被人看不起的。正所谓饥不择食，以至于将筷子倒使了，寓意家庭运势下滑，不宜这样拿筷。9. 定海神针，在用餐时拿一根筷子去插盘子里的菜品，这一举动如同当众对人伸出中指，这是对同桌用餐人的一种羞辱，因此是一种极不礼貌的举动。如果请比较重视这些的人吃饭，你就要注意了。其实在使用筷子时，抛开它的寓意不说，单从个人的使用方法习惯也可以体验出一个人的教养和生活品质。手相中藏着你一生财运吉凶，这15种纹路真的是蕴藏玄机，能不能出人头地就看它了。每个人的手中都蕴藏了财运好坏的信息，所以平时大家看到一些手相的大师在给别人看手相测财运的时候，总是感觉十分神奇。为什么大师只需要看着别人的手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财运好不好？这就是手相看财运的奥妙所在。其实手相看财运都是有固定规律可以寻找的。根据相书所述，每个人的手相要是能具备如下特点，那么就是终身财运好的人。下面一起来看看终身财运好的手相有哪些。1. 财运纹，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，你若有此线，阐发你很具贩子结实的天柄，你假定是从商求财，必定是财如流水，连缀实实。此时有此纹者也阐发你很善于理财。2. 心形纹，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呈现，一是代表你专心外之大财，横财可上；二是代表你的后世的财运也会不错，可享后世之福。3. 井字纹，
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处呈现井字纹、十字纹等之类的，阐发命主在事业大将具备较大的影响力，并会因此而获利红强盛年业的财运。4. 田字纹，在事业线、命线附近呈现田字纹、口字纹等之类的，田字纹阐发命主比照上当，从事诸如房产、地盘、当地货、矿业等行业，而口字纹则阐发比照上当，从事培训、咨询、律师等行业，并因此而发家。5. 豪宅纹，豪宅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，在天文线的上方，又称金房子。有此纹者，必发亿万之财，多路入财，易跨行业运营集体单位等。6. 黑子纹，当你的手心中有了黑子纹时，你会因你对本人所具备的某项才能具执着追求而鹤立鸡群，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。当然，自然握拳时，黑子纹恰恰需正性亏拳头内。7. 公印纹，公印纹因其像咱们生计和事业常见的公章而上名。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，上当从事与政府部分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者事业，因此而成为大亨富婆。8. 玉桂纹，玉桂纹起于前宫，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。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，象征着事业上有亲和力，善于记，缘分好，随意马虎，受到他人有利之帮扶，故若从事业务、市场公关等，必然发家无疑。9. 祖弼纹，祖弼纹看纹生意，阐发有此纹者根底不错，亦因上晚辈之荫庇，承袭祖业而发家，即富二代之类也。此手纹起于坎宫，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。10. 手中钱纹较多的女性易嫁有钱的老公。所谓钱财纹，等于指位于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，有一些细细是非不齐的斜线，称之为钱财纹。钱财纹多的女性繁华，善于理财，比照旺夫，在婚姻上很随意马虎，碰着一个容颜好且又有经济实力的人做老公。11. 手掌软且颜色红润的女性易嫁有钱老公。手掌软绵并且颜色红润的女性，不管是在婚姻生计或者财运上，她们都有着很好的命运。分外是在婚姻上，她们更加的有如愿以偿，很随意与意中有钱的老公走在一块儿。关头是这种手相的女性有嫁好老公的命，和有钱的老公规范的男士有缘，所以她们很随意不嫁个有钱的老公。12. 手掌呈四方形或三角形的女性易嫁有钱老公。手中的线构成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女性有很好的财运，这些外形也代表着财库，象征着富有。在恋情上，心目中的愿看随意马虎完成，能找到一个很空想的老公，老公不仅轮廓好，而且还会有着很好的财运。这种女性朋友会由于婚姻从而过上大富大贵的生计。13. 财运线粗且豪情线清晰的女性易嫁有钱老公。财运线比较粗，代表着财多气粗；豪情线坦荡开朗明白明晰，代表着在婚姻上能嫁帅哥。假定两者都占据的话，那代表着能找个有钱的老公做老公。这种女性她们在财运上比较顺利，和金钱有缘，同时恋情上也能如新。她们在生计很空想，绝量易嫁有钱的老公，然而在婚姻生计中有时偶尔短少恋情，绝量她们很富有。14. 婚姻线与告成线相连的女性易嫁有钱的老公。婚姻线假定与告成线相连，代表着因婚姻而娶上告成，象征着能与鹤立鸡群且在有确定财运职位的帅哥成亲。这种女性朋友会由于其成亲而使本人的身份大猛入部，婚姻会给他们带来好运。15. 无名指的根部隆起的女性易嫁有钱的老公。无名指的根部为太阳丘，代表着财运。假若女性手中的无名指的根部隆起，代表着未来会富有，在婚姻上嫁得好，易嫁有钱的老公。同时，这种女性有很强的理财才华，婚后能帮老公理好财，为老公的事业出谋划策。她们不仅易嫁有钱的老公，而且还能成为有钱的老公的上力助手。只要看你是哪一种牵手方式，就可以读出你内心最深的人格。测完都说准爆了。对照下面5种牵手方式，回想一下你和别人牵手时是哪一种。四指与大拇指交握， B. 食指紧握， C. 食指松握同时挽手， D. 食指垂直交握， E. 突来一握。选好之后继续往下看答案。 A. 四指与大拇指交握的人，替他人着想，尝试图改变自己，迎合对方。
外表亲切热情，内心追求安逸的环境。胆小害怕失败，却总表现出强悍的一面。直觉敏锐，不要在你面前耍花样。珍惜友谊，成为他死党要很久，经历很多事情。很忍耐，什么事都放在心里自己承受。不爱争抢，认为属于自己的是不需争抢的。害怕孤独，人前总是嘻嘻哈哈。B. 十指紧握的人，喜欢装坚强，装冷酷，让人琢磨不透。隐藏悲伤，却希望别人安慰他，给他安全感。希望有人懂他，爱他，能给他所想要的。浪漫体贴，细心关爱自己爱的人。害怕被忽略，对人关心也不表露出来。内心藏着无数秘密，只和最亲密的人分享。慢热，陌生人面前十分文静，遇到开心的事情会说个不停，不开心会躲起来哭。C. 十指松握，同时挽手的人，吃软不吃硬，经常口是心非，乐观又悲观，安全感不多，有点感性。朋友求助常有求必应，所以易被骗。害怕受伤，对陌生人冷冷的，熟悉之后就嘻嘻哈哈。冷静，即使内心起伏再大，也十分理智冷静。故作坚强，其实很柔软，被人误解却不愿解释，多愁善感，总为小事纠结。喜欢钱但不在乎，讨厌干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怕被冷落和别人不在乎。D. 十指垂直交握的人，喜欢简单，不喜欢麻烦和累的感觉，健忘不记仇，只要没碰他底线，一切都是过往云烟。有斗志，爱拼搏，刻苦努力，别人对他好定加倍奉还的代表。天生的统筹规划专家，计划性强。固执，明知是错的也要往前走，撞了南墙就把墙拆了继续走。讨厌做决定，就算是颜色不同也会让他们苦恼半天。爱笑，一点小事就笑逐颜开，什么都写在脸上。爱憎分明，不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丝毫机会，对自己喜欢的人超级纵容。E. 突来一握的人，率真坦白，讨厌被欺骗，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即使不喜欢也尽力完成。冷漠，对惹火他和纠缠不休的人表现得异常明显，不圆滑，不世故，不记仇，遇事常犹豫，难以选择。直觉敏锐，不要在你面前耍花样，别人对他好定当加倍奉还的代表。心软，即使受伤，一旦对方道歉便忍不住说没关系。陌生人面前很安静，很慢热，熟了之后很闹腾。有点小脾气，但很隐忍，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性情和内心。是不是很有趣？如果你做完了上面这个测试，请跟随小编再做一个很强的德国心理测验，帮你了解自己的真面目，真的准到翻脸。通过动物认知真实的你。狗、熊、猴子、狮子、马、松鼠、羊、兔子、企鹅、猫。以上这些动物中，请依序选出你心目中最喜欢的3种，选完才能看答案哦。注意，必须是你第一直觉想到的动物去排列，优柔寡断就不准了。从最喜欢的动物中，排名第1的代表你希望自己给别人的印象，排名第2的代表别人对你的看法，排名第3的代表你真正的样子。小编选择的是狗、猫、兔子，不得不说真的很准，大家也可以试试哦。下面具体讲解一下各个动物的潜在含义。狗，个性温和，善解人意，为朋友竭尽心力，不怕麻烦，是忠诚度极高且富有同情心的人。为人正直，不会做出背叛朋友的事，是可以信赖的人。熊，温和亲切，是可以依赖的人，心地善良，个性单纯直率，给人平稳宜家的印象。另外，行事谨慎。猴子，幽默，容易亲近，在一起不会让人感到厌倦的人，喜欢照顾别人，头脑灵活，好奇心强。狮子，有威严，在人群中特别受瞩目，最具有领导气质的人，重荣誉及社会地位，有时难免偏于虚荣，因此自尊心也很强。马，带点志气，为人爽快，即使是女性也不会要求特别的待遇，是个个性活泼干脆，
在穿着上也很讲究的人。松鼠有一点孩子气，外表给人一种软弱的印象，实际上却是个能干且可靠的人，不过有些三心二意。另外崇尚自由，脑筋也很灵活。羊外表柔软，实际上却很顽固，是个勤奋不懈的努力派，以及重秩序讲义气的人，朋友的事看得比自己还重要。兔子是个可爱颇具魅力的人，由于这个特质常让周围的你激起想保护你的欲望，另外个性温和优雅，很讨人喜欢。企鹅谨慎保守朴素型的人，有时会给人一种沉着中带点微沉的感觉，对很多人事都无动于衷。猫神秘琢磨不定的人，忠于自己的步调，崇尚自由，不喜欢受束缚，而且非常自我，对很多事情都保持着既定的看法。如果准的话，就马上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，让他们也能对自己加深一下了解。通过指甲形状看你的运势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众所周知，根据指甲的色泽可以透视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。在手相学上，通过指甲的形状可以解读出一个人的运势。那么你的运势是什么样的呢？伸开手，对照你的指甲来看一下吧。1. 正方形状的指甲。正方形状指甲的人性格方面比较正直，做事认真，事业上面比较敬业，财运上凭借着自己的付出而有稳定的财运。在爱情方面，他们爱恨分明，最恨骗他们感情的人。平时和他们恋爱时，他们最信任以诚相待的朋友，最不喜欢和虚假的朋友交往。2. 长方形指甲。他们做事沉稳，性格比较温和，不急躁，异性缘比较好，事业上比较大气，敢做敢当。男的比较具有男子汉气概，女的则易成为女强人，在事业方面比较坚强。3. 百合形状的指甲。指甲的特点是比较长，中间明显凸起，四周内曲，形状犹如百合片。这类指甲多见于女性，这种指甲的形状是最漂亮的。这类形状的人不管男女，性格温顺，平易近人，桃花运比较旺，人际关系比较好，招朋友喜欢，事业上比较顺利。4. 圆形的指甲。指甲呈圆形，处事机敏，事业和财运上不惜与人争强好胜，常常是默默无闻做自己爱做的事。在爱情上，他们十分体贴另一方，不管男女，婚后都比较顾家。5. 扇形状的指甲。这类指甲特点是下窄上宽，指尖呈弧形。拥有扇形指甲的人，他们一般天生的体质比较好，即从小身体就很好，耐受能力很强，能吃苦耐劳，创业易成功，性格上比较执着，认准的事情一做到底，不怕苦和累。在爱情也是这样，认准的意中人会锲而不舍地追求。6. 梯形状的指甲。与扇形状指甲相反，这类指甲特点是下宽上窄，呈梯形。他们喜欢朴素，处事上比较低调，在爱情上比较务实，在选择恋人时，往往看重的是对方的人品，而不是华丽的外表。在事业和财运上，他们有很周密的计划，按照自己的计划，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7. 凹凸不平的指甲。如果指甲的形状是一直凹凸不平，反倒无事。如果一段时间里，指甲的形状突然出现凹凸不平，要注意饮食营养，注意一下健康运，同时做事也要谨慎一些，大的事情要反复考虑一下。8. 狭长形状指甲。这类人往往在艺术方面具有独特的才华，有很好的艺术天赋。在爱情上，他们往往追求完美，他们的财运一般比较好。人的手掌和经脉相连，手相的颜色变化也能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气场情况和运势好坏。每个人的手相环路颜色各有不同，手相颜色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运势密码呢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吧。
1. 颜色发红润的手相。红润色在手相中，手掌红润，财丰禄多，是比较好的颜色。如果这种红润色比较均匀，则代表着一生比较富有，人生没有太大的波折，在事业上会逐步上升，在财运上也会财源滚滚，比较有异性魅力，能有美满的家庭。他们对人生态度比较积极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好的人生。2. 颜色发白的手相。白色手相的人属于比较智慧的，他们在求财上总能抓住机会，能获得好的财富。如果一个人的手相过于发白，感情上波折，过于纠结一些日常小事。如果颜色比较白但很有光泽，属于好的手相，不用太努力便可获得财富，一生不缺钱花。3. 颜色发黄的手相。颜色发黄的人，他们思想传统，做事不喜欢出格，在爱情上容易专一，在婚姻上属于不太容易出轨的手相。他们在生活上安于现状，往往不太努力的去求财，在工作上也喜欢安逸，造成了他们财富不太多。这类颜色的手相生活上稍微辛苦一些，不喜欢闲着，容易为家中的事操劳过多。4. 颜色发青的手相。颜色发青或多青筋暴露，这类人情绪有时不稳定，做事有时极端，在爱情上属于敢爱敢恨，喜欢对方时表现得比较激情，一旦发生矛盾，争吵也比较激烈。在夫妻生活上，这类人容易争争吵吵，他们有时比较事业化，能努力做事业的，但在求财上容易财来财去，挣得不少，开支的事也多，喜欢消费和享受。5. 颜色发暗或发黑的手相。如果一个人的手颜色忽然变得发暗或发黑，并且很没光泽，则暗示着近期的事业财运受阻，并且容易多健康问题，那就要多注意了，要避开大规模的投资，并且远行时要注意安全等。如果长期发暗发黑，则要注意身体修养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。祝大家生活美满，家庭幸福，下期再见。